因果业报的严重性从一撮盐说起。尊敬的各位朋友，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则寓言故事。这个故事揭示了因果业报的深刻道理。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浙江杭州，主角是一位在西湖附近茅屋中修行的佛教居士。这位居士天性好静，专心修学佛法，每天除了料理一餐简单的午饭，其余时间都在精进修行。他的生活简朴而充实，满足于日常的修持。他在西湖畔筑了一间简单的茅屋，屋前屋后都种满了花草，风景如画，给他提供了一个安静的修行环境。有一天，这位居士在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走进厨房准备午饭。他打算把各种蔬菜混在一起煮成一锅菜，以备数天的佐食。当他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妥当时，忽然发现盐已经用完了。盐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，没有盐这顿饭就无法入味。他急忙跑去邻居家借1汤匙的盐以应急。然而当他敲响邻居家的门时，发现邻居正好外出，家中无人。居士心想，盐是一种廉价的日常用品，1汤匙盐的价值不过分毫，他便自作主张进入邻居家的厨房，拿了1撮盐回去。他认为这是一件小事，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因此也忘了将这撮盐归还。时间悄然而逝，转眼1年过去了。这1年中，居士依然过着简单而专注的修行生活。然而有一天，当他在静修中，忽然看见面前出现一大堆阴影，而且这阴影每天都如影随形。他仔细观察，发现这阴影不是别的，而是一座如山般的盐堆。这让他回忆起当年戒盐的往事。他惊骇地意识到，原来这堆盐正是因为自己当初私取邻居1撮盐而来。居士惊恐万分，他说，仅仅拿了1汤匙盐，1年未还，竟然生出这么多利息。如果欠人1块钱，1年的利息可能会变成1000万块钱。业债果报真是一点不假，真是一本万利啊！这位居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立即开始寻找解决办法。他知道自己犯了偷盗之罪，即便是这么小的一件事，也无法逃脱因果报应的法则。于是居士急忙准备了很多钱，亲自到产盐区购买了数千包盐，付清了所有的盐价及运费。嘱咐产盐的主人将这些如山的盐包运到邻居家的后院，说是偿还旧欠。当盐债还清后，那堆浮现在他面前的盐山立即消失无踪。这件事给了居士极大的震撼，他深刻领悟到因果业报的严重性，经常将这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告诉大家，以提醒他们警惕。他说，莫道小溪容易过，须防岸石也惊人。因果业报如影随形，一点也不会错。我向邻家拿1汤匙盐，忘记送还，想不到1年之后，1撮盐竟变成如山之大，如此1本万倍的严重利息，真使我心惊胆裂。幸好盐是本地出产的廉价物品，否则如果是珍贵之物，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了。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即便是一件微小的事情，也能引发深远的因果报应。佛教教导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每一个行为，因为每一个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。即使是微小的过错，如果不及时改正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佛教中的经典教义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。这意味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无论是好是坏，最终都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。正如那位居士因为拿了1撮盐而背负了如山的债务一样，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也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。这位居士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在日常生活中不应该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行为。也许我们会觉得借1撮盐这样的小事根本无伤大雅，不值得放在心上，但是佛教告诉我们，因果报应是非常严格和公平的，它不会因为事情的大小而有所偏袒。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一时的方便或利益，做出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但这些事情往往会在未来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。例如，有人可能会为了一时的方便，随手丢垃圾，认为这不过是小事一桩，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垃圾堆积起来，最终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，这也是一种因果报应的体现。因此，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觉，谨慎对待每一个行为，努力行善，避免作恶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收获好的果报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。另外，这个故事还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，那就是诚实和守信。当我们借用了别人的东西，即使是在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应该记得归还。诚实守信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，只有坚持这一点，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。最后，我想以这位居士的话作为总结：莫道小溪容易过，须防岸石也惊人。让我们铭记这句话，时刻警醒自己，谨慎行事，善待他人，以积累善业，获得美好的果报。因果业报虽然看不见，但它如影随形，从不会错过一分一毫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，过上更加智慧、善良、幸福的人生。这位居士的故事也让我们深思，在现代社会中，如何才能更好地实践因果报应的原则。我们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谨慎行事，还应该在工作和人际交往中保持诚实和守信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风气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因果报应的概念不仅仅适用于个人行为，也适用于企业和组织。企业应该遵循诚信经营的原则，不欺骗消费者，不损害环境，这样才能获得长期的发展和成功。企业的一个小小的不诚实行为，可能会导致信誉受损，最终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未来。同样的，政府和公共机构也应该坚持公正和透明的原则，为人民服务。如果政府官员滥用职权，贪污腐败，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这也是因果报应的一种体现。总之，因果报应的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组织。我们应该时刻保持警觉，谨慎对待每一个行为，努力行善，避免作恶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收获好的果报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困扰。让我们一起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，过上更加智慧、善良、幸福的人生。因果业报虽然看不见，但它如影随形，从不会错过一分一毫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故事中得到启发，过上更加智慧、善良、幸福的人生。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您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